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听书学史。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石川微弘医生所著的《随心进食》这本书。大家有些人可能已经尝试过各种进食方法，但都没能坚持下来；也有人从未尝试过进食，觉得这种方法过于严苛。如果你也有类似的顾虑，那么这本书可能正适合您。本书提供了一种轻松的尝试方式，您可以按照自己的节奏随时开始或停止，让进食变得更加灵活和容易上手。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3个部分：第一，随心进食的理念；第二，随心进食的4种方法；第三，随心进食的关键。首先是第一部分，随心进食的理念。一提到进食，可能有些人会觉得很困难。本书提倡的随心进食是一种更简单、更随意的进食方法。现如今，进食和瑜伽一样，已经成为了一种主流的健康方法。随心进食的关键在于不必定期，可以随时随地进行，就像瑜伽一样。虽然定期练习的效果更好，但即使偶尔进行一次，也能获得一定的效果。进食也是如此，即使只是在随心所欲的时候进行，也能获得不错的效果。大家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？依赖网络上的信息尝试进食，结果陷入一连串的艰难忍耐，最终半途而废，反而造成了反弹。如果你有过这种经历，可能会觉得再也不想实施进食了。然而，正确的进食本不应该是痛苦的。成功的进食者往往会在进食中感到愉快，并期待实施下一次的进食。而像周末进食这种强迫自己定期进行的做法，反而常常会导致失败。正如之前所说的那样，虽然定期进食的效果更好，但如果强迫自己，最终可能无法坚持下来，效果可能会适得其反。随心进食则是以自己的节奏，不勉强自己。从长期来看，这才是最有效的方法。当您觉得难以坚持时，不妨停止一下，这并没有什么问题。虽然进食常常被认为是一种减肥方法，但实际上它还有着许多其他的健康益处。进食不仅能够燃烧脂肪，还能改善肠道环境，缓解便秘，改善睡眠质量，提高入睡的速度。此外，进食还有助于改善过敏症状，增强人体的免疫力。自古以来，进食作为一种民间疗法，一直被人们所利用。通过不吃东西，身体可以恢复原本拥有的自然愈合能力，变得更加健康。我们所处的现代社会被称为饱食时代。随着饮食的西方化，我们的生活习惯病正在急剧增加。过度饮食带来的健康问题已经成为了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。肥胖和糖尿病的人数在不断增加，原因不明的过敏症和不孕症也困扰着越来越多的人。我们摄入了过多的糖类、脂肪和添加剂，以至于身体的解毒和代谢功能无法跟上。因此，只有一种方法能治疗这些过度饮食引起的不适，那就是进食。传统的营养学关注如何平衡摄取各种营养素，而现代社会更需要重新审视过度饮食。研究发现，进食所带来的各种健康益处正在逐渐被科学所证实。在现如今的饱食时代，通过进食进行健康管理和保持体型显得尤为重要。进食不仅能改变我们的身体，还能改变心态和思维方式。在进食期间，人们依靠最低限度的营养素和卡路里生存。很多人在进食结束后会感到，原来只需要这么少的量就能维持生命，从而意识到自己以往吃的太多。在我们身边有太多的美食，让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吃的太多，这给身体带来了巨大的负担。进食能让我们深刻认识到这一点。您是否曾在并不饿的情况下，仅仅因为食物很美味就忍不住多吃了很多呢？进食还能培养抵抗这种饮食诱惑的强大意志力。此外，在进食结束后，心态会变得更加平和，情绪也会更加积极。这是因为进食会引起脑电波的变化，进食后身体会感到轻盈，皮肤状况也能得到改善，整天的心情都会变好。
充满了正能量。这些效应在随心进食中也能很好的体现出来。随心进食的成功可以提高您的自信心，形成一种良性循环，从而激发您进行下一次进食的动力。实际上，有些进行随心进食的人，每半年或1年只实施一次进食，正是因为频率很低，所以才能坚持下来。由于精神的负担较小，进食后会产生我还想再试一次的念头。长期坚持下来，进食会变得越来越有趣。最重要的是，无论频率多低，也不要只做一次就放弃，持续下去才是关键。接下来是第2部分，随心进食的4种方法。本书介绍了4种随心进食的方法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生活方式选择最适合自己的形式，并在合适的时间进行。首先是第1个方法，16小时进食。它的做法是在16小时内不吃东西，其余的8小时可以正常进食。您可以灵活地选择进食的时间段，例如从晚上8点到第2天早上8点不吃东西，这样就完成了12小时的进食。如果不吃早餐，等到中午12点，那么就达到了16小时进食。虽然听起来16小时进食有点困难，但实际上通过简单的跳过早餐就可以成功。首次尝试时建议选择容易消化的食物，如粥或荞麦面。在进食期间，除了水分之外，通常不摄入其他物质，但可以通过酵素饮料来补充营养。相比于其他进食方法，虽然短时间进食的效果相对略低，但通过反复尝试，您依然可以感受到其健康效果。建议大家初次尝试1天，如果觉得合适的话，可以逐渐增加进食的频率。16小时进食有助于休息过度工作的肠胃，调整身体的状态，并通过减少卡路里摄入和提高代谢来有助于减肥。接下来是第2个方法，1日进食。1日进食顾名思义，就是连续1天不吃东西。这种方法的挑战性比16小时进食稍高，但相比于几天的进食，它的挑战性和风险都较小。在完成1日进食后，您会明显感受到其效果。因此，已经尝试过16小时进食的人可能会对这种效果感到惊讶。1日进食期间需要特别注意补充水分和酵素饮料，每日水分的摄取量应在1.5到2升之间。进食前的准备时和进食后的恢复时也非常重要。准备时应选择轻盈的食物，进食后的恢复时则应选择易于消化的食物。如果不注意这2者，可能会减弱进食的效果，甚至可能导致身体的不适。1日进食能明显提升代谢酵素的作用，使代谢得到提升，还能使皮肤变得光滑。1日进食适合利用周末的时间进行，感觉16小时进食效果不够的人可以尝试一下。接下来是第3个方法，2日进食。成功完成1日进食的人可以挑战一下2日进食。2日进食并不是指连续2天不吃东西，而是要在1周内进行2次1日进食。例如，在周3进行1次1日进食，周末的周6再进行1次1日进食，这样就完成了2日进食。由于2日进食需要频繁进行进食，它能带来更高的减肥效果。通过在平日也进行进食，还可以给生活带来更多的节奏感，使心情更加积极。如果1日进食的效果已经不够，2日进食是一个不错的挑战。接下来是第4个方法，3日进食。对于已经习惯于进食的专业人士来说，3日进食是一个值得挑战的方法。3日进食可以称为真正的进食方法，就是连续3天进行进食，在这3天里，仅靠水和酵素饮料度过，胃肠会完全清空，从而达到极大的排毒效果。我们的身体通常是以糖质作为能量来源，但连续进食会使糖质枯竭，使能量来源转为脂肪，从而能有效地燃烧脂肪，这可以带来显著的减肥效果。然而，3日进食的风险较大，因此需要做好充分的准备。准备时应该从进食开始的前2天就进行，恢复时则应该持续3天。由于这种方法较为高难度，
建议在成功完成1日和2日禁食后再尝试。如果患有基础疾病，建议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下进行。无论哪种禁食形式，在禁食期间都需要补充水分和盐分，以及酵素饮料。尽管我们可以在没有食物的情况下生存2到3周，但如果没有水分，1天内就会出现脱水症状。因此，在禁食期间，要特别注意水分的补充。在夏天禁食时，因出汗较多，要适量增加水分的摄入。水分补充应分次进行，而不是一次大量饮水。最好避免使用含有额外物质的自来水，选择过滤水或矿泉水。酵素饮料对营养补充非常重要。虽然早期的进食方法仅限于水或味噌汤，但现在我们知道，完全不摄入营养素会有肌肉分解等弊端。补充最低限度的营养素可以维持代谢功能，从而提升进食的效果。酵素饮料还可以减轻进食带来的心理不适。选择酵素饮料时应注意以下几点：一、不使用白砂糖或果糖、葡萄糖液体糖类；二、使用未经加工的发酵原液；三、发酵期为1年以上；四、原材料包含50种以上的蔬菜、水果和野草；五、使用无农药原材料；六、不含防腐剂、氧化剂、人工甜味剂、着色剂和香料；七、含有乳镁和左旋肉碱等提高代谢的成分。接下来让我简要说明一下进食前后的准备时和恢复时。首先是准备时，在进食前，建议选择对胃部友好且营养均衡的食物。推荐的食材包括豆类、芝麻、发酵食品、蔬菜、鱼类、蘑菇、淀粉类和海藻。需要避免食用肉类、油炸食物、加工食品和糖果，因为这些食物可能会降低进食的效果，甚至会引发头痛。接下来是恢复时，进食后的恢复时同样非常重要。恢复时期间应避免暴饮暴食，从流质食物如粥开始，逐渐恢复到正常饮食。恢复时的时间应与进食的天数相同。对于较长的恢复期，可以在后期加入豆类等植物性蛋白质，或者选择煮萝卜或果蔬汁。进食后在吃东西时，你会更加感受到食材本身的甜味和香气。接下来是第3部分，随心进食的关键。作者认为，进食并不是一种日常的、特别的行为，而是像瑜伽一样，是健康生活的一部分。因此，我们应该把进食融入到日常生活中，并更加轻松随意地进行。在这个过程中，重要的是要持有可以中断进食的心态。如果您把进食视为一件痛苦的事，那么可能是因为您非常认真和努力。这样的心态虽然值得肯定，但如果因为过度勉强而损害了身体，那就得不偿失了。有很多人认为，进食必须要坚持到底，中途停止就是失败。然而，这种想法并不是正确的。即使中途停止进食，也不会导致生病。重要的是保持一个轻松的心态，这样才能更长久地坚持下去。进食的中断不只是因为辛苦，可能还因为工作上的聚餐安排、受到邀请等无法避免的情况。在这些情况下，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中断进食。当然，完成进食的决心还是很重要的。但如果因为进食而破坏了社会关系，导致了压力，那就应该把继续坚持的决心留到下一次进食中。当遇到重要的聚餐安排时，可以优先考虑这些安排。这正是随意进食的好处。重要的是在内心中清楚什么最重要，合理安排进食与生活的关系。如果您中断了进食，之后的心态也很重要。你会因为中断而感到沮丧，认为这没有意义吗？还是会积极看待自己已经完成的部分，并为下一次的进食做好准备呢？进食的效果在于您对这件事情的心态，无论是负面还是正面。进食中断的事实本身并不会改变，然而前者和后者的心态对精神状态的影响却截然不同。显然，积极的心态对身心的健康有着更好的影响，而消极的情绪会使自主神经失衡，从而对身体产生负面的影响。例如，作者指出，那些在进食过程中
表现出以下行为的人，往往会在心理上遇到问题：一、过分关注体重，希望在几天内减掉多少公斤体重的人，常常会感到紧张和焦虑；二、对进食过度执着，认为如果不坚持到底，进食就没有意义的人，容易产生心理压力；三、对进食效果感到不安，对进食效果抱有疑虑的人，可能会因为不确定性而感到焦虑。即使您中断了进食，也已经比完全不进行进食迈出了一大步。能够实际尝试进食本身就是一种进步。心理和身体是密切相关的，积极的心态是健康的基础。因此，即使中途放弃进食，也要肯定自己已经完成的部分。此外，进食并不一定要坚持到最后。如果在进食过程中感到难以忍受，少量摄入容易消化的液体食物是可以接受的，比如无添加的味噌汤等。如果确实需要摄入一些食物，如少量的水果，也要控制摄入的量。如果实在无法继续，可以选择中断进食，但要从恢复时开始逐渐恢复饮食，避免立即食用不适合的食物，如方便面。通过以上内容，我们可以知道，随意进食其实可以很轻松地进行。成功的关键在于事前明确进食后的期望，设想进食带来的身体和心理上的重置，以培养积极的心态，这样进食会更容易成功。思维影响现实，积极的想法对身体和行动都有正面影响。因此，在进食时要建立积极的心理图像，不要过于关注数字，而是专注于未来的自己。为了更轻松地享受进食，最后我给大家介绍6个小贴士：一、灵活选择进食日，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进食的日子，不必严格设定每周的具体时间，随心所欲即可。二、准备自己喜欢的酵素饮料，作为进食中的奖励，尝试不同的饮料，找到自己最喜欢的一款，以提升进食的愉快感。三、关注身体的小变化，初期可能难以感受到明显效果，但即使是少量的进食，身体也会有变化。注意身体的反馈。四、放松心情，在进食当天放松自己，不安排过多的工作或家务，享受喜欢的电影和轻松的时光。五、整理环境，在进食前后清理房间，进行环境的排毒，这有助于身心的放松。六、接触大自然，散步或呼吸新鲜空气，对身体和心理都有很好的健康效果。最后，我想通知大家一下，我们还有一个新频道学识 Plus， 该频道将每天提供更为精简的视频内容，并增加有关论文等相关有益知识的解说。如果您感兴趣的话，请通过概要栏中的链接进行查看并订阅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